气从锅底升起，那熟悉的香味便瞬间唤醒了所有感官。4位队长围坐在桌旁，气氛不再是舞台上的紧张对决，而是久违的放松与坦诚。节目一起吃火锅吧，正是为了让观众看见他们舞台之外的真实一面。火锅不只是美食的象征，更是一种关系的粘合剂。它让隔阂融化，让笑声蔓延，也让那些埋藏在心底的故事顺着热气慢慢升温。王一博那句轻描淡写的多放点辣，不只是口味偏好，更像是他对生活的态度，冷静外表下的热烈灵魂。在街舞的世界里，他们是并肩作战的对手，而在火锅桌前，他们是相互欣赏的朋友。镜头捕捉下的细节，王嘉尔大笑着为张艺兴夹菜，韩庚细心为王一博添汤，那些动作比千言万语更动人。这档节目最妙的地方，就是让人看见能量的转化，从赛场的爆发力到餐桌的温度。这种转化不是角色切换，而是人性的延展。舞者们在火锅的香气中卸下防备，谈梦想，聊成长，也偶尔自嘲过去的黑历史，那种真实感格外珍贵。当导演和编剧出现在节目中，一切都变得更加立体。原来每一段精彩的舞台背后，都藏着无数次的沟通、争执与妥协。导演笑着说，有时候他们的一个眼神就能改写整个剧本。而编剧则坦言，4位队长的个性强烈，却正是这种差异，让节目有了化学反应。有人负责燃爆全场，有人冷静思考布局，有人冲动，有人沉稳。就像火锅的配料，辣与清汤并存，才能调出最丰富的味道。王一博一贯话少，但他在节目中每一次发言都掷地有声。他吃火锅时总是慢半拍，却会在关键时刻突然冒出一句让人笑出声的冷幽默。他的安静，像是舞台上那一抹聚光灯，看似孤独，却始终聚焦。节目中，当他认真聆听别人的故事，偶尔点头，偶尔微笑，那份专注让人心动。有人说，王一博像火锅底料里的青花椒，不显眼，却一旦入口便难以忘怀。如果说王一博是静，那么张艺兴就是动。他总是第一个举杯，也是第一个起话题的人。热情、真诚，毫无保留。但热闹背后，其实藏着他对团队的体贴。节目中有一幕，当韩庚因为拍摄太累而沉默时，张艺兴悄悄为他夹了一块牛肉，轻声说：“吃点，补补能量。”那一幕没有夸张的台词，却充满温度。正是这样的细节，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队长的担当。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是沉淀，而不是疲惫。韩庚的笑容中有一种老大哥的温度，他不多言，但每一个眼神都充满关怀。节目里，他经常主动为大家添汤、分菜，甚至在后期还帮忙清理桌面。有人打趣，这火锅局要没有韩庚，可能就散了。他以一种近乎无声的方式维护着那份团魂。他是火锅底下的炭，默默燃烧，却支撑着整个氛围的温度。王嘉尔永远是场上的活宝，他的笑声有感染力，他的语速快得像炒锅的火。他能在1分钟内让全场爆笑，却也能在下一秒认真地说，其实我们都很孤独。这就是王嘉尔，外表嘻哈，内心柔软。他用幽默掩饰疲惫，用笑声化解压力。一起吃火锅吧，让人看到他不是永远的表演者，而是真实、真诚、有温度的朋友。虽然节目主题是吃火锅，但街舞从未远离。火锅桌上，大家讨论的仍是动作、节奏、团队默契。甚至几次聊嗨了，几位队长还起身即兴 battle， 桌子一抖，全场笑翻。这种延续是街舞精神的具象化，热情、真挚，不设防。正因如此，一起吃火锅吧，不是番外，而是一种延续，一种更深层次的共鸣。最让人心动的瞬间，莫过于当网季的选手突然登场。那一刻，桌上的氛围瞬间被点燃。王一博微笑着起身拥抱老队员，韩庚拍了拍他们的肩，说：“回家就好。”那种情感不是综艺的表演，而是战友间的真情。一起拼过、哭过、
赢过，如今一起吃火锅，所有故事都变成了香气四溢的回忆。有人说，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2顿。而在一起吃火锅吧里，这句话被重新定义。火锅不是为了吃饱，而是为了聊开。当音乐人、舞者、演员卸下光环，他们终于以普通人的身份彼此拥抱。热气升腾的不只是汤底，还有心意。镜头捕捉不到的是他们眼神的交流。王一博轻轻递过的纸巾，张艺兴会心的点头，韩庚微笑着看着嘉尔大笑，这一切构成了节目的灵魂。那是一种无声的信任，一种无需言语的懂得。观众能感受到，那不只是综艺，更像是一场关于连接的记录。火锅桌前的他们，让人看到舞者之外的生活。他们也会烦恼、犹豫，也会怀疑自己是否还足够热爱。可正是这些不完美，让他们更真实。街舞让他们发光，而火锅让他们有人味。节目真正的魅力，在于让光环人物重新成为有温度的人。当节目上线后，弹幕几乎被太治愈了，笑到流泪。刷屏，粉丝们看着偶像大快朵颐，无拘无束，心里涌出的不是单纯的喜爱，而是一种参与感。就像一起坐在那张桌前，隔着屏幕也能感到温度。节目最打动人的是友情的延续。街舞让他们相识，火锅让他们相知。时间会带走舞台的光，但不会带走这份真心。当一博举杯，说出那句下次再聚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不是告别，而是约定。尊重、热爱、团结，这3个词贯穿了整个节目。从舞台到餐桌，他们始终用行动去诠释街舞精神。或许，这档火锅节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延续篇，因为它不仅记录了舞者的脚步，也记录了他们心跳的节奏。一起吃火锅吧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综艺。它更像是一部关系纪录片，没有剧本的对话，没有刻意的搞笑，有的只是人心之间的温度。这种真诚让观众不再只是看节目的旁观者，而成了共情的同行者。当热气与灯光交织，食物成为了情感的媒介。他们用舞蹈表达信念，用火锅表达情感。艺术不再高高在上，而是回归生活。那一刻，街舞与美食的融合成为最浪漫的表达。所有的笑声、调侃、举杯背后，其实藏着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懂孤独。舞台再热闹，落幕后终究是寂静，而火锅局成了他们疗愈的出口。节目让观众明白，坚强的人也需要被理解与陪伴。当节目进入尾声，火锅汤底渐渐变浅，大家的表情也变得柔和。谢谢你们一起跳舞，一起吃火锅。王一博的这句话让全场瞬间安静。那不是告别，而是纪念，纪念那些燃烧过的瞬间，纪念他们的青春。一起吃火锅吧，并非简单的吃播，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连接。它让我们看到，在光与热的背后，是无数温柔的细节与真挚的情感。而街舞精神的核心，从来不是赢或输，而是真诚的去热爱。火锅本是热闹的象征，但在一起吃火锅吧的最后一幕，镜头却悄然放慢，那一桌人笑中带暖，话语中藏情。他们不再是舞台上的队长光环下的偶像，而是坐在同一张桌子前，彼此信任的朋友。当王一博举起筷子，轻轻夹起最后一片肉，张艺兴笑着说：“这次你吃的挺多吗？”那一瞬间，空气中流动的不仅是香气，还有懂得的温柔。观众能感受到，这是他们之间独有的默契，一种无需言语的深层连接。这档节目让我们重新理解综艺的温度，它并不靠剧本制造冲突，而是用真情打动人心。火锅的滚烫是外在的，而他们的笑与泪才是情感的底汤。尤其当导演提到，其实我们拍到最后，连摄影师都笑哭了。那不是夸张，而是最真实的记录。